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，每周爆料时间到。如果要问今年春节谁的收获最大，不用怀疑，一定是张小斐。你好，李焕英自成为春节档票房黑马后，热度一直不减，现在正向50亿票房发起冲击。而张小斐也凭借这部电影火速提升了咖位，还收获了一大批可爱的孩子，成为了国民妈妈。如果你不知道爆红意味着什么，来看看张小斐就知道了。从电影上映以来，张小斐上了25次热搜，路演的服装从 Zara 一路飙升到了 Prada， 还登上了各路盛典和晚会，甚至成为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压轴嘉宾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张小斐虽然也参加过类似的晚会，但都是以拼盘的形式表演小品，这次却是独自现场。晚会上，张小斐穿一袭仙女裙，镶钻的耳环、戒指和手镯都价值不菲。一个耳环官网价75700元，一个戒指官网价78000元，一个手镯官网价317000元，光珠宝价值就超过47万。张小斐真的火了。而他出场时收视率达到峰值，演出完后又降下去，国民度真的没得说。前几天的微博之夜，张小斐也成功受邀和贾玲被安排在第2排，这座位和韩红、黄晓明、邓超、孙俪同排，甚至比倪妮、杨幂、赵丽颖更靠前。这样的资源对于以往的张小斐来说是很难想象的，现在呢却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。除此之外，各大卫视王牌节目的邀约纷至沓来，甚至张小斐也有了粉丝后援会各站，机场里开始有了簇拥的站姐粉丝。张小斐还连拿了好几个不错的商务资源，据说他的下一个影视资源还是电影，而且和黄渤一起搭档。张小斐确实要火了，不出意外，他会收获2020年所有电影节的影后宝座，极有可能拿下一座金鸡奖。这足以证明，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，都有扛票房的能力。电影票房高的话，都能实现抬咖位。其实演员的抬咖，无非就是身价涨了，拍电影的时候片酬高了，出去走红毯有更好的品牌愿意借衣服了，又获得了几个奢侈品的大使头衔等等。衡量一个演员的咖位的，说白了就是这些背后的资本。品牌方、制片方其实都是资本，而资本终归是逐利的。你好，李焕英已经证明了张小斐的扛票房能力，也就意味着他可以为资本挣钱，所以资本会青睐他，为他抬咖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张小斐红了，但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，下一步该如何走是张小斐该认真琢磨的事情了。摆在张小斐面前的无非2条路，一是吃尽流量红利，复制流量花之路；二是延续早前节奏，做好演员转型，走流量看似收益快，但其实也是最短视的做法。张小斐的年龄并不占优势，并且流量的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所以他选择了后者。大碗娱乐没有跟着粉丝的步伐去搞做数据、现场应援那一套，甚至解散了张小斐的粉丝后援会。毕竟流量不一定长久，演员才是一辈子的职业。对于有着演员梦并演技不俗的张小斐来说，这次走红是他转型成为影视演员一个极好的机会。张小斐有着一张大青衣的脸，这是内娱影视圈很缺少的类型。如果他能够抓住这次机会，用足够扎实的演技、足够好的口碑，稳固自己的路人缘和国民度，必然会实现成功转型。从这方面看，张小斐之后2-3部影视剧作品至关重要。但与此同时，也应该看到，哪怕现在张小斐很红，但他的国民度有一部分来自于贾玲的路人粉，所以他得证明，虽然他与贾玲是好搭档、好姐妹，但当他在影视剧里单飞时，他仍然有自己的存在感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让喜剧成为他的徽章，而不是标签。2. 近日热播的《山河令》虽然开播前不被看好，但在正式播出后口碑却迎来了小爆发，开分8.3，后续又涨到了8.6分，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。但这种腐女向的剧情展开，或许也限制了《山河令》人群的触达。根据某平台数据，3月1日《山河令》的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仅为1.84%，不仅不能和《赘婿》《斗罗大陆》等最近的热播剧相比，甚至不敌刚播出的新剧《锦心似玉》。这样看来，《山河令》的火也许只是小范围的圈层狂欢，但大家应该也很清楚，从朱一龙到肖战、王一博，单改剧造型已经是业内共识。眼下《山河令》可能会因为尺度过大遭到官方警告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龚俊和张哲瀚这2位男主角确实火了。根据某平台数据，在该剧播出的6天时间，龚俊首度进入霸屏榜榜单前10，另一位主演张哲瀚得益于此前的人气积累，跃居第3。在《山河令》开播前，张哲瀚和龚俊的热度很低，平时也没有什么粉丝接机，但近日张哲瀚现身机场，却引来了很多粉丝和站姐接机。
打个高尔夫都有人跟拍了，人气上涨明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哲瀚2年前发的一张专辑本来没有什么销量，近日却有大量粉丝购买，销量涨幅明显，也登顶了该音乐平台单曲周销量榜单第1名。而龚俊现身机场的时候，也被粉丝围得寸步难行，和以前寥寥无几的接机场面比起来，简直天差地别。当粉丝祝他发财时，他也挥手回了一句：“你们也发财。”果然还是那个对赚钱最敏感的快乐打工人啊！其实《山河令》原定的2位男主并不是龚俊和张哲瀚，而是毛子俊和李代坤。之前一直有传言毛子俊饰演温客行，李代坤则演周子舒。对于毛子俊、李代坤最终没有能出演《山河令》的原因有2种说法，一种是说毛子俊因为特殊时期刑宠出了问题，所以放弃了这部剧。李代坤觉得自己不适合角色，也选择了放弃。最终只有周也坚持了下来。另外一种说法是，这部剧的投资方发生了变化，毛子俊和李代坤是被临时换掉的。在错过《山河令》之后，毛子俊也接了另一部耽改剧《夜宴白》，而李代坤后面也演了《山河令》，他在剧中饰演的是毒蝎组织的首领蝎王。看到他的时候，一太真的很难想象他演周子舒会是什么样的。不过我现在对龚俊、张哲瀚的滤镜很重，除了他俩，我谁都不能接受。事实上，夏日限定之后，2020年的耽改剧再无爆款产生。先是黄子韬、易烊千玺主演的《热血同行》默默上线后又默默播完，之后的《鬓边不识海棠红》和《纯话14年》热度也未及预期。《山河令》算是一部低开高走的耽改剧了，2位主演现在正处于耽改红利期，不过他们只让我们磕角色，没有上升真人的打算，平台也没有绑定演员，这一点真的蛮拉好感。去年8月的时候，一部《琉璃美人煞》横空出世，带火了欢瑞的一众艺人，也让不少人粉上了一对名叫春玉夫妇的 CP。但这2部 CP 后续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。明明琉璃是靠陈毅、袁冰妍合力带火的，明明收官云歌会，陈毅避嫌袁冰妍是欢瑞的奇葩操作，最后陈毅资源飞升，袁冰妍资源却很一般。先克陈毅现在手握《梦醒长安》《南风之舞艺》2部待播剧，今年还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拿下了一个新代言。根据某牙膏品牌官方曝光的消息来看，表示即将官宣一位品牌大使。从内容来看，代言人穿着蓝色西服套装，背影十分帅气，看起来很像陈毅。官方的文案还特别提到义字，估计8九不离10了。最近的耽改风刮得正盛，不少还在制作中的耽改也开始了提前预热。在一片叮当的猜测声中，又有一部耽改发布了影视化的消息，那就是《金玉王朝》。这部作品是比较少见的民国题材耽美，现在还在连载中。这部作品题材新颖，算是从一众古风剧中脱颖而出，要是顺利拿下，说不定会成为预定爆款。最近有消息传出，双男主人选已经定下，正是新晋流量陈毅与丁禹兮。这2位呢，都是通过一部古偶被观众熟知，而且演技呢也有目共睹。如果真的顺利，2位人气必定会更上一层楼。相比来看，袁冰妍就有点不太好啦。琉璃大爆之后，袁冰妍已经将近4个月没有进组了，好不容易进组一部戏，还是小成本制作驻青好。虽然没有吃到琉璃的红利，热度也有所下降，但只要有演技在，作品好，就会重新获得粉丝的关注，再度爆红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